答应中方的条件，中美就没有护栏。想重建合作，不诚恳地承认和纠正错误，就让中方手下留情，没门儿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：不答应中方的条件，中美就没有护栏。想让中方留情，没门儿。和平不是靠制裁、施压或者输送武器得来的，但在美国眼里，制造冲突才是美国所认为的和平。美国所谓捍卫和平、保卫和平、为了和平、恢复和平，其实都是打着和平的幌子，干着不和平的事。俄乌冲突的影响让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波及。不过，美国显然没当一回事儿，转头又来找中国的麻烦。不仅在中国设下的红线附近肆意游走，其3号人物佩洛西还搭乘专机在岛内停留，即使停留的时间不长，也仍旧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因此，在佩洛西走后，中方立即就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制措施，还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军事演习，有力地震慑了这些心怀不轨的分裂势力。尽管拜登政府一直在撇清与佩洛西的关系，声称这属于佩洛西的个人行为，与美国当局无关，但在外界看来，身为美国众议院议长、美国政坛3号人物，即便要单独行动，也离不开美国当局的授权和支持。根据华盛顿一直以来的做派，在搅乱台海局势这件事情上，美国政府绝不无辜。既然双方已经谈判，中方必然要做出行动予以反击。一中原则是我们的核心利益，不容任何人侵犯或践踏。中国没有妥协与后退的余地，势必要采取一切措施，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中国外交部当即对美国祭出8项反制措施，还针对佩洛西的恶劣挑衅行径采取严厉制裁。在中美关系僵持之际，中方又决定关闭中美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的对话窗口，于是中美关系正式进入冰封期。中方一系列的反制举动如一盆冷水对美国当头浇下，美国感到不可置信，没有想到中国出手如此之快准狠，于是美国立即跳将出来污称中方此举不负责任，不仅充满危险，还在惩罚全世界。显然，美国方面的这种话，并不是真的在担忧世界安危，而是在利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，强迫我们退让。因为中国的反制真真切切打到了美国的痛处。其中，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，让许多美国政客一秒都坐不住，直接炸锅。很多人觉得中美之间的气候问题并不重要，但在实际上，气候问题是拜登任期内对选民的承诺之一。而且，由于全球变暖问题，气候诉求已成为国际上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重要话题。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，认为自己必须把这些问题搞定，才能让盟友继续死心塌地的跟随。但是，仅靠美国自己并没有办法解决气候问题，关键得看中国。因为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，是减少碳排放的坚定承诺者。所以，如果拜登政府想通过气候问题增加政绩，那么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。一直以来，中国并没有拿气候问题打政治牌，反倒主动进行探讨，寻求解决方案。但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，结果出现重大战略失误，导致中国不得不奋起反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什么气候问题、禁毒问题都没得谈了。美国还是先承认错误，学会尊重二字怎么写吧。于是乎，当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近日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，寻求解决分歧的沟通渠道，试图重拾中美合作之际，中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。
也不会再相信美国信口拈来的那套说辞儿。既然越过中方画下的那道红线，就应该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。若想重建中美合作，那就重回3个联合公报或一中原则上来，不答应中方的条件，中美就没有护栏，更不要试图制造更大的危机，逼迫中国退让。我们对美国的挑衅做出强硬反击，是天经地义、合情合法的事。想让中国手下留情，没门儿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的关注。